从死者家阳台外遗留的血迹以及指甲断片来看，他应该在阳台上挣扎过一段时间，然后才掉下去，所以他应该是接近垂直掉落才对。但是从现场尸体的位置来看，却离大楼有那么一段距离。大家都知道，正常的撞击伤身上一般只会有1到2处的淤青。 但是你们看，死者脚上的淤青呈环状，所以我们推测，死者在坠地之前，应该是被卡在了楼下601房间的晾衣杆上，挣扎之后掉下来的。从晾衣杆弯曲的状况以及螺丝松动的痕迹来看，都可以证明这个推测。同时，我们在晾衣杆的弯曲部分发现了一些生锈的毛刺，毛刺上勾住了一些白色的纤维。 经过物证组的对比，已经确定了这些纤维跟翟西西所穿的白色帆布鞋的纤维是同一种。另外，尸体的左脚皮肤没有出现破裂或者铁锈的痕迹，所以我们推测死者应该是左脚穿着鞋卡在晾衣杆上。但是，尸体上穿着鞋的脚是右脚，而且鞋上没有任何被勾破过的痕迹，左脚鞋反而留在了自己家阳台上。这只左脚鞋原本在什么位置？在这儿。 翟西西左脚脚踝上的伤痕是因为撞上晾衣杆导致的，而晾衣杆上的白色纤维是因为勾住了鞋子。但是为什么尸体是右脚穿着鞋，反而左脚的鞋遗留在了阳台上呢？翟西西坠楼的时候应该有其他人在，并且可能动过尸体。没错，大家看这2张照片，死者家阳台上找到的左脚鞋，和从死者尸体上取下的右脚鞋。 这2双鞋脚后跟的磨损程度完全不一样，而且左脚这双鞋看起来很新啊。我在死者家里时，有特意留意他其他的鞋子，都没有出现这么严重的磨损不均匀和高低不平的情况。而且据我们所知，死者也没有任何腿脚的问题。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同一双鞋，只是同款。如果我们的推测没有错误的话，有人把左脚鞋给调包了。 我们发现601的阳台门最近有被人开过的痕迹，但中介表示已经很久没有人去看过房子了。所以我认为，翟西西坠楼时，有人就在现场。但凶手没有料到旧剧木门纵横交错的晾衣杆，打乱了他的谋杀计划。 尽管如此，凶手仍然没有放弃犯案。凶手在第一时间赶到了6楼，继续行凶。凶手为什么要把那只鞋拿走？他应该是在现场留下了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据，所以不得不把鞋拿走。 但是他意识到，如果现场少了一只鞋子，警方一定会对意外坠楼产生怀疑，所以，他将翟西西在6楼的左脚鞋拿走，重新回到翟西西的家里，取走同款鞋的右脚鞋，将左脚鞋留在了翟西西家的阳台上，为了误导我们。按照这个推论，翟山军在得知翟西西坠楼的时候， 匆忙地离开家时，大门有可能是开着的，这也正好给了凶手进去换鞋的机会。我们在调查601的时候，得知601的钥匙在中介的手里。这房子钥匙除了你，还有别人有吗？只委托给我们一家公司，房东留了一把钥匙给我们备用。平常我们会带客户来看房。老万，我们再去一趟中介。 好。俺队去吧，啊，咱们里面请，里面请。
警官，您喝点水。我听说您上次就来过一次，您看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，我全力配合。你们这儿平常业主的钥匙都是怎么保管的？哦，我们世一地产是正规公司，所有的钥匙都存在我们的公共钥匙柜里。如果有人要带客户看房子，是都要向我报备，并且统一记录的。最近有人看过601的房吗？601，您稍等。601哦，没有哎，这最近行情不太好，再加上那是老楼，基本没人看。这钥匙柜除了你，别人能开吗？那不可能，钥匙只在我这里，并且我们店里有监控。哎，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？8点，8点我带客户看房子呢，客户可以替我证明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？翟西西坠楼的时候，有目击者称，对面楼下不断有闪光。你怀疑他跟李一奇，还有李淑婷一样？翟西西的毒检做了吗？季主任，翟西西的体内没有任何的药物反应。没有验出新型药物，但是不能断定两者之间没有联系。我认为有另外一种可能。徐主任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马上。翟西西跳楼的时间点和对面楼下闪光的时间点，两者过于巧合。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联系，那么对面楼下的闪光就像是指引翟西西跳楼的某种信号。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，翟西西会被挂在6楼的晾衣杆上。为了确保他一定会自杀成功，凶手不得不跑到楼上帮忙。但是凶手跑进大楼时，突然意识到电梯会被监控拍到，所以他选择走楼梯。凶手在确认了翟西西悬挂的地方之后，进入了601号房间，看见翟西西就挂在晾衣杆上。这个时候，翟西西跳楼的消息已经在大楼里传开了。但凶手此时还需要完成一件事，处理掉翟西西的左脚鞋。而此时，楼道里全是出来查看情况的邻居。凶手想要上楼，但是他却正好碰见了邻居和翟山君。避开二人，进入了翟西西的家中，换走了鞋子。他从翟西西家里出来之后，想要往下逃，
但是却在6楼的楼梯间遇见了闹事的青少年。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，刚刚才有人掉下去，竟然有几个毛小子在楼梯间打架。他不敢冒险让青少年看见自己手里还拿着鞋子，所以他只能再往上走。可是正在这个时候，他碰见了邻居从电梯间出来，想要去翟西西家里拿手机通知翟小山。这个时候，他就被困在了7楼的楼梯间当中。那么，此时他会怎么做？他必须找到新的出口。韩队，楼上1006也是空的。韩队，781，找着了。翟西西就是穿这双鞋掉下来了。对，指纹验出来了。在这儿。秋苏，你就让老万去世纪地产采集所有人的指纹，能进这2个房间的，肯定是中介的人。好。等等，这么大张旗鼓的去采集指纹，可能会打草惊蛇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去查房产公司的时候，他们那儿的钥匙一直都没有人动过，对吗？小溪查过监控，没问题。那就表示，进出601跟1006号房间的人，是身上早就有备份钥匙的人。我们刚刚去1006房间时，虽然房子很空，看起来像没人住，但实际上是有些近期的生活痕迹的。他偷偷地住在1006号房，并且把这双鞋藏在了里面，应该是知道短时间内不会有人进出1006。守株待兔。他真没有把握，一定是想等风头过去之后，再偷偷地把这双鞋取出来。但如果突然有人要去看房呢？愿找上钩。哎，小姐你好，买房租房？买房？请坐，请坐。我给您推荐一下这套房子，您看，2梯4。不用麻烦，我就要前几天坠楼那栋楼的房。我听我亲戚说，楼下刚好有空房。哎呀，那个房子它有点问题，小姐，您看这。我就要刚出事儿的。凶宅嘛，价格才便宜啊。明白，小姐果然内行。那这样，我去给您拿钥匙，咱们现在就走。不用麻烦，我亲戚还在过来的路上，半个小时之后咱们直接楼下见吧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您稍等啊。孟哥，我上去了。你们是赵春明吗？是。机长，来，把电话给我。喂，机长，
机长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机长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没有。喂，机长。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。先生，飞机上不能用蓝牙耳机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由于我们的飞机遇到不稳定气流引起颠簸，请您回到自己的位置，系好安全带，同时洗手间将暂停使用。感谢您的配合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boarding Cabin 1 and continuing from. For your safety, please back to your seat and hold down the seatbelt. Lavatories will be discarded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机长，能听到吗？这位女士，麻烦您回到座位上。后面有一个老人身体特别不舒服，你们快去看看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处理。好，谢谢。小柳，你去。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！好像电子系统出现了故障，密码失效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是警察。这个不行，机长还是没声音。现在飞机进入了雷暴区域，遭遇强风切变。如果不能尽快脱离的话，机体结构将会遭到破坏，造成事故。这个密码呢？密码刚刚更新过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安全专家，一会儿就来了。6位数密码，每个数位上都是从0到9，这10个数字其中的一个，将这10个数字按6位数排列，相当于10个6次方，也就是100万种组合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由于我们的飞机遇到不稳定气流引起颠簸，请您回到自己的位置，系好安全带，同时洗手间将暂停使用。感谢您的配合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boarding. 把琴弦给我。你没有留指甲。左手指尖都是老茧，按照老茧的形状推断，你应该是个小提琴手。我需要你的琴弦。干嘛？我劝你最好不要输入密码。如果不想坠机的话，快，赶紧输入密码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什么情况？电脑锁刚才处于断电状态，插上电脑以后帮它通了电。坏了，为了航空安全，电子锁在通电的状态下，操控机构就会起作用，里面的机械锁就会自动落锁。是我们把门给锁上了。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打开啊？是浪费时间，这扇门用 AK-47都打不穿，怎么可能用发卡打开呢？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刚刚穿过了空中乱流空域，现在回到了平稳飞行高度。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航程，你还好吧？前往同江。
谢谢啊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飞机颠簸的那么厉害，安全带指示灯却没亮，很明显，问题出在驾驶舱里。请警官，你们快进来看一下。我进来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人还没死，问问飞机上没有医护人员。好。小刘，查一下那个叫小柳的乘务员。你在咖啡里放了什么呀？我没有放什么，那只是高浓度的咖啡因。夺命咖啡吗？咖啡因含量是普通咖啡的80倍，达到致死量的1半。但凡是脏器弱的人，稍不留神就会有性命之危。我也没有想到，机长会去喝那杯咖啡。他不是目标。你的目标是副机长。那场车祸跟你们俩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不是他坚持临时下车，我男朋友就不会遭遇那场车祸。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，为什么死的人不能是他？那这个电子锁呢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不可能去碰触。秦警官，我们已经和地面联系过了，飞机落地之后会有相关的警务人员来接管案件。谢谢您。对了，落地以后请人来检查一下那个密码锁吧，看是意外，还是有人蓄意破坏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即将降落，请您回到座位上坐好，系好安全带，系好桌板，标志性的打开遮光板，谢谢您的配合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our plane has begun landing. Please back to your seat and hold the seatbelt.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. 木夏，这是你让我帮你查的瑞士银行和伦敦爆炸案的资料。我跟你说啊，当时的情况简直是惊险。
我就是这样的吗？坐，好疼，哎，快！我谭大白话呀，谭大白，你可真能白话呀！当时要不是人家超哥在，剧中斗殴的早就被放走了。当时要不是有我吸引注意力，有超哥什么事儿啊？是，超哥人如其名，超级厉害。那我跟沈队建议一下，拿你去换超哥呀。那以后新闻警报谁上？我呀。啊？你？那问题是，万一出警了，遇到了危险，谁来保护你呀？我呀。沈队，换衣服。沈队，你们谁先来啊？左哥是我们队的冠军，跟人打才能显出您的厉害。沈队，我来。加油！沈队加油！妈，犯罪分子可不会对你们客气。身为警务人员，要有强健的体魄，才能更好的打击犯罪。是。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，要勤加练习，不能松懈。是。我打算拿阿佑去换超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是。啊？哎呀，左哥，你没事吧？不要紧吧？没事。来，加油！都2点了，也该出现了吧？别着急，早着呢。老杨说他们已经在这儿盯1天了，我有预感，他很快就会出现了。快看！怎么办？现在分2队，1队1个。是。别动，警察！干什么？是你？手写了。少废话！我现在怀疑你盗窃车辆。侦查意识不错，还知道不能留下指纹。这车是我的。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还撬车呀？车钥匙丢了。行驶证呢？车是我租来的。租的？租赁合同呢？没带。明明看见你在撬车，你又说车是你租的，你又拿不出租赁合同，你当我那么好骗呀？左哥，嫌疑犯往东门跑了。收到，我马上到。我现在怀疑你盗窃车辆以及扰乱警方视线，有帮助犯罪嫌疑人逃逸之嫌。走吧。来的正好，把他带回去，铐上。走。是。站住！别跑，警察！看见没？啊，3分。
还不过去帮忙？老实点！哦呦，王队，左儿，你这，那是你们省队教的吧？干嘛呢？完事了没有啊？完事了还不赶紧回去睡觉？老沈啊，你们一队要是总是这样做事情，你让我们整个刑侦大队的形象还要不要了？不就是个灯罩吗？通知户主，告诉他有权向队里要求索赔，到时候给人家认真的道个歉。以后注意一点，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财产。是。我们队的年轻人态度就是好，还不是你教导有方。我告诉你啊，领导说了，明天中午之前这个报告是一定要交的。明天一早就能看到。哼，你要是教我收队，我可是。收队。身为人民警察，保卫人民。好啦，沈队，我问您，我刚才抓的跟嫌疑人穿一样衣服的那个人，您审了没有啊？审什么审啊？一场误会，人放了。放了？我好不容易抓的，您说放就放，您也不审审？人家是来看朋友的，有人证，租车的租赁合同也找到了。你可倒好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给铐那儿啊！阿祖啊，你以后办事你能不能你，算了，过去了。可是刚才我问他的时候，他回去写报告。别担心，如果屋主所要赔偿的话，那也是队里赔，咱们就是过来通知的。我烦的不是这事儿。昨天晚上那个乌龙事件，对不对？我总觉得那人没那么简单。你想多了，没人。哎，请问你们找谁啊？您是这家的主人吗？哦，不是，这是我叔叔家。你们是？警察。警察？叔叔就我一个亲人，虽然说平日里走动不多吧，但还经常联系的。但这几天我联系不上他，比较担心，所以过来看一下。哎，这边楼上就卧室。哎，快过来看。叔叔，叔叔，怎么办？给队里打电话，叫消防过来。叔叔，叔叔。有什么发现？有一封遗书，目前只收集到一组指纹，应该是死者的。另外，现场门窗完好，没有外形痕迹。这么说，应该是自杀呀。先别着急下结论，等法医来了再说吧。这个带回去做笔迹鉴定。是。你怎么看？你真觉得这是自杀吗？这是基于目前现场的初步推论。动机呢？癌症。据我了解，死者目前仍身兼瑞驰银行行长一职，病情也没有到达很严重的程度，态度也没有很悲观，反而是积极配合治疗，所以我不觉得他会自杀。你认识他？见过几面。见过几？请问怎么称呼啊？你跟死者认识？你们什么关系？小姐，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们警方很难办。别看会做噩梦。不好意思，沈科长，我来晚了。你是法医还是科长？尚科长是由省厅调来咱们队的。不可能吧？你好，我是秦佐曼。你好，尚薇薇。怎么样？
死者口周含曲，无法透视瞳孔，也没有尸僵特征。根据虫卵形态和季节温度，相信死亡时间超过56小时。死者的体表没有明显外伤，也没有骨折或撞击的痕迹。另外，我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：死者的尸斑堆积于脚底，除了脚这一块，我没有在他的其他部位找到尸斑。这说明死者死的时候是站着的。可是死者明明是蹲坐着的呀。真正的死因我还需要进一步查验，您尽快弄到家属签字吧。走了。单科长，辛苦啊。哎，现在你怎么看？诡异，太诡异了！这么复杂的自杀现场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呢。笔迹鉴定那边已经有结果了，遗书不是死者写的，但这也并不能作为死者非自杀的证据支撑啊，只能说有他杀的可能。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从现场看，没有任何的外部入侵的痕迹啊。那有没有可能凶手是死者的熟人，所以可以平和地进入现场？但他又是怎么离开的呢？你看啊，房间所有的门窗，除了那道蒙白布的门之外，全部从内反锁。但是那道门也被白布紧紧地蒙上了，相当于上了锁。更何况，死者用身体挡住了这道门，根本没法离开呀。这是一间密室。小麦，单科长，单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审队呢？啊，审队带队出去走访了。那你把报告给他吧。啊。胰岛素注射过量，死者患有糖尿病，需要定期注射胰岛素，但是胰岛素一旦注射过量就是致命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死者有一个家庭护士啊。他当时回老家了，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哎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时现场好像是没有找到注射器的。我明白了，那就是说，是另外的人给死者注射了胰岛素，然后把注射器带走了。哈哈。但是，这好像确实没法解决凶手是怎么离开现场的这个问题，对吧？现在的问题很棘手啊，搞得我压力很大，很大，很大，很大。所以我深刻的认为，咱们应该咨询一位对密室侦破有所研究的专业人员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法医科的尚科长给我推荐了一个人，说是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专业最年轻的副教授，刑侦学博士，曾在英国留学，参与过很多省级刑侦学学科研究。刚回来，听说课上的不错，但是人不太好相处。要不这样，我把你俩也送到政法大学，你们也好好深造进修一下。等你们学成归来，再为队里提供帮助，好吗？从人类纯理性思维出发，在封闭空间中讨论个体只有两种可能：第一，死者自杀；第二，非谋杀性死亡。这就是具体性写实推理当中密室的基调。所以之后人们通过这个思考脉络，你认识啊？将密室分为就那天晚上那个啊，和写实型。黑衣人。浪漫型密室的用途是制造无法解释的谜团，而写实型密室就是凶手用来保证自身的安全。作为凶手，是大学老师，制造一个浪漫型密室，却让自己不被知道那天晚上我逮他的时候，正在撬车。他说车是他租的，可是他又拿不出租赁合同。那位同学，别看别人就说你。我啊，我刚才说什么？
穆教授，我就知道您能答上来，您果然是我们要找的人。是这样，我们队昨天接了一个案子，跟密室有关，特别需要一位精通密室的专家来帮助我们。您能不能抽出一些宝贵的时间？没时间，我还有课。哎！啊，不好意思，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，您就跟我们去现场看一眼，指导指导，我们学习学习。刚才听课了吗？听了，受益匪浅。那就够了，理论指导实践。不是，您这么有才华又有能力，跟我们去现场，只有能力不足的人才会把时间浪费在揣摩别人身上。这么没礼貌也能当教授？不帮就不帮，咱们自己查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哼！人呢？人家没时间，说不来。然后呢？左哥说了，他要自己查。你自己说的呀，先把穆教授的论文看一遍，然后再理论结合实践的查。我不管你们怎么搞，破不了案都别回家了。是。就一顿午饭的时间，我就能带您从现场窜个来回，保证不影响您下午的课，行吗？我要吃饭。我知道 7-Eleven 有一款特别好吃的便当，而且还不贵。对于吃饭，我从不凑合。要不然等案子破了，我再请您吃顿好的。我不要。那您要什么？您提要求，我们尽量满足您。要不是这次案子棘手，我们也不会来麻烦您的。再说了，这次案子也能跟你联系上。就那天你去的那别墅区，死者是谁？您看一下，我们这儿呢一共有5种尺寸的保险箱，而且保险箱的材质都是军方标准，不管是您的物品还是客户信息，都不会从我们这里泄露半分。每次开箱，指纹、密码、身份证明3者缺一不可，而且有一定要把事情处理好。好的，领导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。要认真。请问您还有什么问题？穆教授，聘书给我，这么痛快？趁我还没改变主意。上午有课，下午来接我。下午2点，我在学校门口等你。在整个走访过程中，我们发现死者其实是一个并不爱与人交流的人，所以没有人会去刻意注意他。有个孩子说自己到院子里捡球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人站在门边，但无法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死者。另外，在白布上我们找到了属于死者的皮屑和 DNA， 而贴着白布的双面胶上并未找到指纹。别念了，都不知道他听没听。我也不想念呀，这不是没办法吗？反正也快念完了，能听多少算多少。茶几和沙发上也没有找到任何指纹，包括死者的，相信是凶手刻意抹去了。目前确定凶器就是注射器，我们的同事已经去找了，但是工作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线索了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您不是专家吗？专家都是你们说的。哎，你这个人，我就说了，专家。
虎哥，有你一快递。谁寄的？政法大学木下。看看。昨天他不是在现场拍拍屁股就走了吗？怎么还给你寄东西啊？上锁的房间。这是模仿作案对吧？小说的第一章故事《站立的男人》说的是失踪数天的殡仪馆社长被发现死在家中，现场的布置跟咱们的案子是一样的。先将尸体立在门后，用茶几抵住，门和尸体还有一定的距离，足够让他通过。等到48小时以后，尸僵状态完全解除，最后呈现的就是坐姿状态。门上挂着的白幕布是丝质的，可以辅助顺滑，让尸体更加顺利的坐姿。密室之所以为密室，很多时候是需要旁观者去见证。我们已经锁定了嫌疑人，死者的侄子蒋文，但是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我们也只能把人放了。在案件进入到死胡同的时候，是尚科长提供了新方向。死者患有糖尿病，需要定期的注射胰岛素，但是胰岛素一旦注射过量就是致命的。所以我们也调整了侦查方向，找到了死者的家庭护士魏小杰，只有他了解死者的病情，可以接触到药物，完成谋杀。很好。哎，穆教授，你别光很好啊，你倒是把话说清楚了。我已经破解了密室，捉拿凶手是你们警察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但是现在问题又出现了，在布置仪式的时间内，他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明。你说的仪式布置的时间，我在老家，家里的亲戚朋友和邻居都可以为我作证。而且你们警方不是刚刚把我从老家带回来吗？可是你并没有否认你杀害死者的事实。我没有杀害先生的动机。他没有，并不代表仪式布置的人没有。你的意思是买凶杀人？现场数据都测量过了吗？测量过了，这些数字我都看了不下20遍了。死者与门之间仅有25厘米，这个距离对于一个体型标准的人来说是出不去的。但如果这个人是身形羸弱的人的话，穆教授，我跟你说话呢。队里说有一户人家煤气泄漏，没人敢开锁，需要我们过去帮忙。案子可以等一会儿再破，但是那边已经人命关天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想什么呢？死者身边有没有身材瘦弱的人？我马上去查。他是谁啊？范一鸣是死者的私生子，知道两人关系的不多。我找他了解过，他在案发时正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所以排除了。带他回来再问一次。就算我在现场出现过，你也没有证据证明我杀过人。他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省公安厅派遣穆教授担任我局常年刑侦顾问，正好范一鸣的案子你们也认识了，今后穆教授就到你们组协助调查。我觉得我们不用每个案子都麻烦穆教授。多好的学习机会啊！别的组求还求不来呢啊！是是，
那个只要穆教授不怕麻烦，我们倒是愿意虚心请教学习。但是穆教授没有一线经验，这要万一出点什么安全问题的话，这责任算谁的呀？刑侦靠的是现场经验，不是光靠嘴上说的理论知识就能把案子破了。我只对密室感兴趣，不干涉你们办案。我是通知你们，不是咨询你们意见。哪那么多废话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现在说回到案子，谁来说一下伤者的具体情况？伤者名叫胡林，女，26岁，东源建筑集团的职员，独居，社会关系比较简单。我们现在在做基本的排查。医院方面说人已经救过来了，但是因为吸入了太多一氧化碳，什么时候能醒就不好说了。现场情况怎么样？我们在胡林家发现了一瓶安眠药，怀疑是凶手给胡林服下安眠药之后，打开了燃气阀，希望胡林在睡眠中慢慢死亡。不可能。根据血检报告，伤者体内的3唑仑成分并没有完全分解，说明他吞下安眠药时间并不长。而房间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很高，这么短时间内仅靠阀门开启是做不到的，两者互相矛盾。报告，监控录像有发现。停。是他？你见过啊？这个人叫许志，是胡林的前男友，2个人在3个月前分手了。许志，希望你实话实说，好好配合我们警方的工作。我是去找他了，但是他没在家呀。你撒谎，他一直都在家，就没出去过。不可能，我敲了半天没人开门，然后我就走了。之后呢？之后去哪儿了？你的不在场证明根本不存在。我有不在场证明。说。没想到误打误撞破了个赌局，沈队这回肯定高兴坏了。这个许志可真够渣的，拿着自己的女朋友的东西出去赌博，怪不得胡林会跟他分手呢。左哥，那姓穆的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让许志一下就招了呢？想知道吗？一顿夜宵。行。这就是你说的豪华套餐。泡面大汤，豪华享受。所以，你的双倍呢？看样子你还不想要啊？正好我拿去把它退了，存钱买房子。你省这几块，你也没住起首付，还不如花了省心。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正所谓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这点钱虽然买不起豪宅，但是过小日子还是可以的。你说什么？千里之行啊。然后呢？始于足下。再然后呢？这点钱买不起豪宅，怎么了？对啊，那串钻石项链价值几十万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司里面普通员工能买得起的。方总，照片上的这个钻石项链，您认识吧？这是我买给我太太结婚周年纪念礼物，只是一忙起来吧，就给忘了。那您还记得把它放在哪儿了吗？我怕我太太来公司先看到，所以就让小胡给我保管了。你昨天的行程是什么？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昨天下午你干什么了？你们是怀疑我们？不排除任何嫌疑。你能不能别跟这儿添乱？哎呦，
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想想啊，昨天下午2到3点钟，我有一个董事会，期间我人一直在公司。我们公司有记录，而且也有人证，你们可以去查。好的，我们会尽快核实的，谢谢。请问你对胡林的个人状况了解吗？他特不合群，团建活动从来不参加。他这个人可傲了，觉得自己长得漂亮、身材好就可以横着走。你说他一外地来的，还真觉得能在这儿有什么发展。林姐，她个性很要强。上个月他爸来找她借钱，我还是听会计李姐说，她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，她从来都没跟我们提过这件事儿。穆教授，你不是说不干涉本案吗？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？我不相信他。不相信？不相信什么呀？他的不在场证明啊？冯东把结婚纪念日的礼物交给胡林保管，不奇怪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想起来了。冯东在说话的时候一直在调整左手戒指的位置。人在撒谎或者想掩饰什么时候，就会下意识地做些动作，来缓解情绪。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呀？胡林要预支工资，作为上级的冯东不可能不知道，但他却装作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，一定是在掩盖什么。你是怀疑那串项链是冯东送给胡林的？冯东婚内出轨啊？我已经查证过了，即使冯东有作案的嫌疑，但是也没有足够的作案时间。2点到3点之间，他确实在公司参加董事会，并且有会议录像。那胡林的父亲是什么情况啊？胡国庆49岁，胡林15岁那年，他有了外遇，留下一张字条之后就消失了，直到前一段时间突然出现。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线索，10多年前他给全家人买了意外保险，受益人留的都是他自己的名字，这当爹的绝了。知道为什么请你来吗？对呀，检察总长，看你这话问的，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来啊？我这儿有一份保单附件，内容呢是如果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内因遭受非本意的、外来的、突发的意外事故，致使身体蒙受伤害而残废甚至死亡，保险公司将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付保险金。受益人是你，被保险人是谁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检察总长，你刚才说那么多，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小林他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不3天前他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，就把这50万现金都给我了，还说不要让我还了，让我不要再去打扰他们母女俩。检察同志啊，我女儿她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就她一个亲人了呀，她到底怎么了？哎呦，小林！既然胡国庆已经从胡林手里拿到了钱，就没必要多此一举了呀。那胡林这50万是从哪儿来的呢？祖哥，我有了新的发现。说。现金交易这种方式，就是为了不留下证据。本来我猜这笔钱是冯东给的，但是经过我仔细的调查，冯东的太太杨雪3天前从账户里提取了50万。那50万是我给他的，怎么了？说明什么？说明我杀了他。
既然您知道胡林跟您丈夫的关系，这就证明您有杀害胡林的动机。哎，小姑娘，帮帮忙，你不要搞笑好吧？我杀他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叫夫妻关系吧？啊？夫妻关系就是说，从结婚那天开始，所有的财产和收入都是归夫妻双方均等的。只要有这层关系在，这个家一半都是我的。冯东想要跟我离婚，分一半的家给我，你觉得他舍得吧？是那种小妖精，冯东玩腻了嘛，一脚就踹了呀。我杀他干嘛？冯太太，您接。我不接，冯东没事儿的，我一会儿给他回过去。说到哪里啊？哦，对，那种小妖精缠着冯东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钱呀！哎，钱我有的，我给他，我不差这50万的。哼，跟那种小妖精过不去，我脑子瓦特啦。哎，你们男人在外面花天酒地完了之后，我们总归要回家睡觉的呀，对吧，小姑娘？说的，我不过问你们的探案过程。我又没说给你听。按照杨雪的说法，这50万是让胡林离开冯东的报酬。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，他确实没有杀害胡林的理由啊。但是很奇怪啊，胡林为什么不向冯东求助，却收到太太的钱呢？一根筋的单细胞生物。你说谁呢？胡林不想让冯东认为自己是因为钱才接近他，杨雪正是利用这一点，才跟胡林达成了共识。你的钱包。哦呦，你女朋友啊？怪不得这么了解女人。跟你没关系。停车！干嘛？要么让我下车，要么换我开。成天带着，你听什么呢？肖邦的第2降 E 大调夜曲。我以前上钢琴课的时候也学过2章节。不过后来我们都没坚持下来。刚才有人给杨雪打电话，她特意没接，是用短信回复。10有8九就是告诉这个人有警察在，让他等会儿再过来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二位放心，我们事务所最擅长处理的就是离婚纠纷这种案子。不用担心，我见得多了。二位是财产分割的问题，还是子女抚养权的问题？我是没关系，不用避讳谈这个。有分歧，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聊嘛。离了婚一样可以成为好朋友，买卖不成，仁义在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！哎呀，我搞错了，我把二位警官当成是下午来预约的那对离婚的夫妻了。你看，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二位看起来这么般配，一点儿都不像是离婚的夫妻。
照片上的这位女士，你认识吧？杨女士吧？有印象。杨雪找你都说什么了？她委托我来处理她的离婚协议，主要是针对婚后财产的分割问题，还有婚内出轨状况等判决问题。问他第一次杨雪找他什么时候？吴律师，杨雪第一次找你是什么时候啊？我看一下啊。不是，3个月前。我这儿有记录，你二位看一下。我查到，胡林在3个月前还没有进到东源集团。那杨雪是怎么确定冯东一定会婚内出轨呢？都是杨雪安排的。你俩还有默契啊？谁跟他有默契？穆教授，你怎么看？只要杨雪掌握了冯东婚内出轨的证据，就可以在离婚判决中占据主动，甚至可以让冯东净身出户。那有没有可能是胡林想假戏真做，而杨雪恼羞成怒杀人呢？不会，杨雪早就想跟冯东离婚了。她这么做就是为了分得更多的财产。即便胡林想要假戏真做，也只是坐实冯东婚内出轨的事实罢了。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还有一个人。谁啊？冯东。如果冯东知道胡林自始至终都在骗他，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骗局，他会怎么做啊？但是冯东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啊！要是他是罪犯，又是怎么布置现场的呢？都在呢。小张，你挺省啊，洗澡顺便把衣服都洗了哈。是有哥，水管裂了，里边水一直往外喷，关了总阀都不管用。上次队里翻修，把2个阀门对调了，难怪不顶用的。我这就去把它关了去。怎么了，穆教授？耳朵不好就不要总戴着耳机。你就直说呗，干嘛非得到现场才能说呀？哥，你别着急啊，人穆教授肯定有自己的道理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们就被误导。打开的煤气阀门，含有3错轮的酒杯，还有胡林倒下的位置，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下意识的判断，罪犯让胡林喝下安眠药后打开阀门离开，目的是为了伪造胡林因为煤气中毒而意外身亡的假象。这才是最合理的逻辑推理。不合理。因为室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并不足以让人致死，除非有别的气体入口。你是说，即便关上阀门，依然不能阻止一氧化碳的产生？对，因为让胡林陷入昏迷的一氧化碳气体，并不是从这个房间里产生的，而是被人从房间外部灌入。上次队里翻修，把2个阀门对调了，难怪不顶用呢。里边水一直往外喷。那我们闻到的煤气味是有人要转移我们视线的障眼法。罪犯事先就设计好了这个死亡陷阱，他自己并不需要在场也可以完成杀人，而且他还利用了这一点，给自己制造出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技术科很简，测量过案发现场的一氧化碳浓度，厨房这里是最高的，也就是说，罪犯向公寓注入一氧化碳的通道就在厨房内。空的，能不能找到一间结构跟这儿一样的房间？没问题。
冯总，这么晚还回公司啊？新警官这么晚不休息，又是为了小胡的事儿吧？我今天不太方便，咱们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耍我？当然不是，穆教授刚刚只是做了一个实验，看看是否真的能把一氧化碳传输上来。让胡林昏迷的一氧化碳并不是在这个房间里产生的，而是有人通过了某种手法将它注入到房间里的。某种手段，现在警察办案都是这么不专业的吗？某种手法是什么手法？如果说一氧化碳不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产生的话，那就是从墙上的通风管道传进来的。但是这里是5楼，这里是3楼，胡林家才是5楼。冯总，您不是没来过这儿，连我们都得仔细的找才能找到隐蔽的通风口，您怎么一下就说出来了？我本来就是搞建筑出身的，对于房屋结构呢比较敏感。如果你们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，我还有个会。别着急啊，冯先生，不会耽误你很久，我马上说完。一氧化碳气体就是通过这个水槽进入室内，形成了死亡陷阱。穆教授啊，说到这个房屋结构呢，你可能就是外行了。不管是商品房也好，经济房也好，开发商呢都会选择相同的户型，所有的生活用水都是通过下水管道排入地下。而这一带呢，正好是棚户改造房，所有暴露在墙体外面的下水管道都会被封起来，你想要接触到管道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嫌疑人用了另一种方法，他把气体注入了下水管道。听起来稍微有点困难，但如果对于一个熟悉这栋楼内部建造的人来说，并不算十分复杂。你看，这个井盖连通着整栋公寓的下水管道，嫌疑人只需要将下水管道翘起，把气体注入到下水管道，那么密度较小的一氧化碳自然会顺着管道从1楼传输到5楼。只要有人事先安排好这一切，即使不在现场，也可以完成密室杀人。吴教授，你们推理很有意思，但是这件事儿好像不太成立吧？这栋楼所有的下水管道应该都是并联到那根主管道上的。如果有人要从那根主管道把一氧化碳输送进来，那么整栋楼的人都会一氧化碳中毒的。很简单，那只要把其他出口都封上就行了。而答案就在这个进行水封的存水湾里。水槽中的水会先积累在存水湾里，再进入下水管道。当存水湾的水封深度高于管道时，被注入管道的一氧化碳气体就不会散逸到房间里。犯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确认了整栋楼一般住户每天都有正常用水，而存水湾在每次过水之后都会重新被水封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存水湾有足够的水封深度，气体就不会进入房间。犯人就利用这一点打开了胡林家的存水湾，把水清空。有什么新发现？灰。才完成了只把一氧化碳注入到胡林房间的密室杀人。如果不是警方提前赶到，
恐怕又是一起恶性的杀人案件了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好，即便你们所说的这种方法成立，证据呢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？就算你的这种说法成立，那你怎么证明那枚戒指就是我手上的这枚？那还不简单？只要对比你的戒指跟井盖上的微生物生长指标，不就行了？我又去帮那个人了。我言归正传，冯总，当你得知胡林是你太太派来勾引你的人，为的就是制造你在婚内出轨的证据，于是你就开始设计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杀人轨迹。我想其他的作案工具你都已经处理了，但你偏偏忽略了你手上的这枚戒指。我问过你太太，这个戒指是你们结婚的时候特别定制的，其他的戒指根本无法在井盖上造成相同的压痕。我有个厉害！哼，你还想销毁物证？我告诉你，在交通部门的配合下，我们已经还原了你开车出城的路线，并找到了被你销毁的作案工具。我看你怎么狡辩。可以啊，小柚子，未卜先知啊！我是谁啊？是穆教授打了电话。他呀。大家先暂停一下。陈队，陈队，秦佐曼，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的好，值得嘉奖。陈队，这次其实穆教授功劳最大。我可没什么功劳。要不是有的人立功心切，我们就差点错过了最重要的证据。沈队，谭佑这次功劳也特别大。左哥，你还能表扬我，我真的是万分荣幸，受宠若惊啊！你也有嘉奖，下周的锦刊形象大使仍然是你。是，谢沈队。
穆教授，案子都破了，还想什么呢？如果作案工具不是那枚戒指，如果不是我们正好出现在那个地方，这应该算是一起天衣无缝的案子。不可能，没有什么犯罪是天衣无缝的。不过冯东用跟妻子的结婚戒指来谋害自己的情人，这也是挺讽刺的哈。我问过那个吴律师，因为冯东单方面的反对，他们的离婚诉讼议程无限延期。所以你是想说，冯东只是为了除掉胡林这个不稳定因素，继续跟杨雪生活在一起吗？他明知道这一切是杨雪安排的，他为什么还要选择跟这个女人共同生活呀？这就是婚姻契约的本质，共同经济基础上缔结的契约关系。你这是什么歪理呀？家庭与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，弗雷德里希·恩格斯著。没有必要给婚姻关系附加太多的情感期许，人本身就是自私的，任何形式的关系都不能掩盖这层事实。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女朋友呢？他有女朋友啊？我性格这么好，这么体贴，都没女朋友。他这么怪，他有女朋友？这是我从冯东电脑里复原的网页访问记录。冯东和范一鸣情况类似，不过他的密室手法源自一封神秘电邮。查出是谁发的吗？这封电邮的 IP 信息被进行过动态加密，很难追溯来源。哦，另外我查到了这个，10年前东元建筑参与了瑞驰银行的通风系统建设。东元建筑和瑞驰银行有关。冯东在成立东元建筑前期和朋友搭伙承包了不少的项目，瑞驰银行就是那个时候建的。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喂？这是你的老师申请让我交给你的。先生，